大家好，我是邱平。说到世界的建筑奇迹，大家一定会想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古埃及的金字塔，还有神庙等等。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黄山，也是看一座建筑奇迹，一座地下宫殿。它是我们现在国内发现最大的人工石窟。关键有一点呢，这个建筑奇迹存在千古之谜，就是没有人知道是谁建造的，为什么要建造，起到什么作用，大家只能猜来猜去。这种庞大的地下石窟、人工石窟，去年我们在浙江龙游看过一次，那里还被誉为是世界第9大奇迹，也是规模庞大呀。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出来是谁建造的。那黄山这个石窟，我估计跟浙江很相像，等一下去看了就知道了。这里有个导览图，我们先来看一看。我现在在这一块已经买好票了，128块钱，这个比龙游石窟还是贵一点了。龙游石窟周一到周五是免费的，周末才收门票。那这个128呢是套票，就是说可以看这里面全部的那个景点。而如果单独买门票的话，99就可以进去，然后呢只能看里面一个幻光石窟。那中间这一个有一个探谜现场，是整个这一块最大的一个石窟。从这里一直上去，然后沿着上面这一块呢还有水上石窟，就是相当于现在是泡在水里面的。因为这些石窟一开始开凿的时候肯定不是在水里，只是说后面经过时代的变迁，有一些呢泡在水里，有一些呢在泥土里面。我们现在能看的大概就是4个石窟是经过整理开发的。整个这一块山上是非常多的石窟所以我们才说这一块相当于就被掏空了一样，特别是这一块那个石窟大得惊人。刚才我说的龙游石窟的门票是我之前去的，最近门票有所调整，好像全部免费。现在准备上去，它这个套票是包括电瓶车，只不过是最后参观完坐一段电瓶车，现在这一段是没有的。来到这里听到广播在说你已经进入到探谜现场了，就可能不远，旁边呢这是一条河流，那么相当于就是这里的人工石窟就是建在河边，跟我们之前看的龙游石窟是很相像的，也是河边。探谜现场走上去就快到了，现在已经来到了洞口了。这是整个花生迷窟最大的一个洞窟，也是全国现在发现最大的一座人工石窟，面积达到12000多平米，非常大呀。看这个数据都知道，我们之前看了一些皇帝的陵墓，清朝的包括明朝的，他们地宫的面积呢可能就几百平米，你想按考证朱元璋的可能就3000多平米，而这里呢1万多是他们的多少倍呀？所以说完全称得上是一座地下宫殿。入口是这么大，那里面呢肯定是更大的。这里呢写的是35号石窟，那就证明整个这个花生迷窟有30多个，好像是36个吧。现在呢我们走下去看，它整个这个石窟是沿着山体来建造来开挖的。来到这里感觉是非常震撼，就在想这个到底是怎么开凿的。而且呢里面呢有很多通道，就是像门一样的。我们继续往里面走你看到处都有那个洞穴，那这种上面的呢应该称之为房子。那么在整个这个洞窟里面呢有几十间石房，还有很多石柱。现在就正式的来看一看这个洞窟里面有什么。这个里面还有节目表演，大概就是说以投影加音频的方式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洞窟的故事。由于这个洞窟非常大，还有移动 NPC， 也就是工作人员带你走这个石窟。现在我们是来到了第一个大的洞穴，你看这个都有几百平米。来到这个洞里面参观呢，有一点可能就是灯光没有那么足，可能主要是由于这里面要投影，灯光不能太亮，要不然看不清楚。不过我对这些投影不太感兴趣我还是比较喜欢看原生态的，如果能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看是最好的了。之前我们在龙游石窟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它那里的光比较足。这些都是那个时候
开凿出来的。那个位置啊，感觉有点像床，大家发现没有？这跟我们之前看的一些崖壁墓有点类似啊。现在呢，我们是走在一个平面，其实下面呢还有。它因为这个洞窟啊是比较深的，所以说为了参观方便，全部呢在这个上面呢搞了一个栈道出来。但是由于这边太黑，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来看看墙壁吧。在这里啊，给大家讲个很有意思的，也是古代建筑的一种技巧。正常来讲，我们在这样大的石窟里面会喊，就有回音，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主要是由于可以看到这个墙壁呢有很多这种纹路啊，上下左右全部都有。那么这种就等于是消音的作用，你在这个里面再大声喊都没有回音。这个也是封建社会就是以前建筑的一种手法。真的震撼呐，太大了！像这些都是柱子，总共这边的柱子呢是26根，然后石房子呢是36间，这上面感觉是不平的，这明显就是开凿的痕迹嘛。其实我们都在疑问呐，像这么大的洞穴，到底是怎么开凿的？真的想不通啊！这上面呢就是一间房屋了。石房子，它这个里面呢，总觉得它应该是没有彻底完工，因为很多地方啊都是不规整的，到处都是凹凸不平。旁边呢就是一个水潭，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呢，在以前也是水潭，只是说现在为了参观方便，弄了一条道路出来。它这里面的洞窟基本都是这样的，真是洞中有洞啊！这是又开凿的一个石房子，而且也是不规整的。所以我有时在想啊，应该是他把整体的洞穴开凿出来了之后，然后再建这种小房子。后面呢，由于时间不够，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比较粗糙，就没有了，就弄成这种形式，等于是烂尾工程一样。单单看这一点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花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桥都是现在为了参观修建的。以前可能是没有桥的。这个石窟感觉跟龙游石窟有点区别的就是，它里面呢很多是不规整的。这洞窟还是比较舒服的，它的恒温是15度，就是说一年四季啊里面不冷不热。我走在这里都感觉像是在吹暖风一样的，因为时不时应该是有空气流通。那么这里呢，明显的可以感觉啊，它整个这个通道呢。或者我们现在看到，它是慢慢的下去，也就是说，它是根据山体的形势来建造的。就是山一直有往下走的话，它这个也往下挖。我们这里看的就比较清楚，它都是一直往下去的。那最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的顶部，对不对？它不管哪个位置，跟最上面就是外面裸露的。尺寸都是5米，这是经过考证勘测出来的，这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先进。因为正常来讲，这个按照现在技术呢是容易达到，然后也是需要一定时间。而在1000多年前，这工人是怎么搞的？就比方说这一块离上面顶部是5米，而这一块呢离上面也是5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山呢是这样的，有个坡度下去，那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技术是确实是非常先进的。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柱子了，它这个柱子呢有厚的也有薄的，总共是有26根，然后还有一些呢被称之为墙壁。我们一直说这个洞窟有上千年的历史，那么按照这里的介绍资料记载，大概是有1700年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怎么确定有这么长的时间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说在当时开发这个洞窟的时候，发现洞外面呢有一些陶陶罐罐，考证呢大概是1700年前的，也就是东汉末年。那么起码证明在那个时期这里呢就已经有人生活，那么就洞窟在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存在了。那么猜想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挖掘的。
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侧边非弄一个这样的壁龛出来？难道是放东西的吗？确实是有点像啊。我们往下走，真的是四通八达，真的是挺震撼的。大家想一想，这当年是怎么开凿的？而且它并不是直接像我们说一个方向开凿进去，它是里面转了很多弯，那一块过来，然后单独这里开了一个缺口，那这边又弄成这么大了。你想把这里面的石头通过这样一个缺口运出去，也是比较困难的。这里总体的话，宽度都不是太大，而且呢，可以看到这地面呢还有一些不平，从而说要把这里面的石头弄出去是比较困难的。古人也确实厉害呀。你想这些石头，我们看这个痕迹的话，应该是大概这么宽，是50-60公分，长度2-3米，那要运送出去也是挺难的。这只是一部分呢。继续往前走，单单要逛完这一个洞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了。那这里就已经称之为墙壁了，并不是那个柱子。这个是大概20公分，但是也起到承重的作用。你像这些墙壁，还有呢中间那些柱子啊，它的承重啊都是在几千吨呢。这个洞穴我感觉就是有点杂乱无章，应该是一个烂尾工程吧。到了这里，大家就会猜想，这个石窟、洞窟到底是干嘛的？面积这么大，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呀，这是采石场。主要呢，就是根据这里面呢凹凸不平、不规整，可能就是为了采石头用。那其实啊，还是有疑问的。为什么这样讲呢？采石场啊，它有必要在那个洞口一直往里面延伸、往里面开凿吗？为什么不像我们矿坑这样一层一层挖下去呢？这样不是更好？还有一点呢，你像如果这是大的采石场的话，那肯定是有很多人在这里面劳作的。怎么保证空气流通？怎么保证照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如果说照明在以前呢，它没有像现在灯光，只能靠柴火，那么这个柴火一点燃，空气肯定是不流通。还有呢，你如果是一直在里面点柴火，肯定是熏黑的痕迹，那这里面没有，所以说这个就应该不像是采石场。还有一点呢，如果是采石场的话，那么这里面的石头肯定会运到其他地方去，会有痕迹吧？那么在方圆10公里之内啊，都没有跟这里有关的石头。那你如果说再远一点呢，这个石头也没有发现。所以说，这个说采石场有点说不过去。也就是说，这里面这些石头啊，不翼而飞了。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吧？没有找到。像这些痕迹啊，大家觉得是怎么弄的呢？是开凿的时候就有呢，还是开凿完之后进行加工的呢？可能也是一种工具吧。我猜想是当时建造的时候，就是开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走到这个里面，我还发现一点呢，它这个洞窟呢，也并不是一个长方形，也不是一个正方形，它是拐了好几道弯的。它可能这种开凿方式啊，就是为了安全考虑。你像我们是从那里下来的，然后这里一个洞穴，到那边又拐弯了。它整体来讲的话，整个这一块是一个大的人工石窟，但是呢，它里面又分了很多细小的，就是有门。因为如果你全部开凿一个长方形，里面全是空的，安全肯定是没法考证的。有这样的墙壁分隔，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里面的安全。墙壁加上这些柱子，就使得这个洞窟啊安全得到保证。就是他们也研究了力学原理，并且懂得力学原理。你看这个洞窟从上面到下面既有3根柱子，而且柱子呢有厚有稍微薄一点，就是充分吸取了这个力学的原理来建造。
你看，这个洞穴应该是我们现在走进来这么久最宽广的一个，那么它里面柱子就相对来说比较多，真的是把这些力学研究的明明白白呀。这根柱子长度就长达10多米呀，而旁边的就2、3米，越靠近下面的就柱子越小。我们看看顶部也是比较光滑的。按照做工精细来讲，肯定是龙游石窟比这个好一点。那也有可能是这边的工程量大，后面烂尾了。甚至我都在怀疑，这龙游石窟和这个华山迷窟是不是同一批人建造的？因为这2个地方离得其实也不是太远。然后这边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石室了。这个洞窟是现在我们看到最大的，也是柱子最多的。旁边呢还有很多相当于小的房间一样的，就是在柱子这一块。真的不知道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用来居住的话，那就是房间；那如果是采石场的话，为什么会开凿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疑问很大。现在这一块这么敞亮，是由于正在放投影，有一些灯光。实际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小的石室了。这些石头用灯光一照还挺漂亮的，感觉就像影视剧中看到那些石头有生命正在孵育的一样。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了，那这边也是一堵墙壁，是墙壁也是柱子啊。整个洞现在参观是弄了一个循环的线路啊。继续往前走，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洞窟是干嘛的。那么肯定不是民间开发的，一定是官方组织的。刚才我们说的采石场有疑问，有点不像。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里是一座皇陵，未完工的皇陵。但是呢，在古徽州这边呢，又没有皇帝诞生，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是由于古徽州这边呢，本身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在这边呢有这样一种说法：生在苏州，死在柳州，葬在徽州。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比较早的时期，或者是那种春秋争霸，或者是诸侯王的时期，这里呢就有人想修一座陵墓，但是也是有疑问的。因为你如果真是皇陵的话，就离得太远了。本身作为皇帝来讲，他的陵墓一定是在都城附近，也是有讲究的，不可能单独把陵墓放在这边来了。如果真的是陵墓的话，那这一块呢，很多地方就是存放副品，或者是存放一些棺木的，因为有很多陪葬的嘛。所以说，这些都是疑问呢。这边有个通道，不知道是原本有的还是后面弄的。哇，这边就是通道了。刚才我们走的那个就是最大的洞窟。如果是陵墓的话，那可能那一块呢就是地宫的核心了。看到没有？这边又是在底下了。现在这个洞窟呢，是整个这个石窟里面最深的一个地方，已经低于江面了，相当于是在水下2米了。以前呢是泡在18米深的水中，就里面以前都是水，后面是清理了。因为整个这些很多洞窟都是在水里面，包括等一下我们还能看到水中的石窟，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地质变化，肯定是有所不一样的。这个水中还有很多石头，我听刚刚带团的导游讲，这些石头好像都是以前留下来的，包括旁边我们刚刚看到的也是以前留下来的。因为整个洞窟里面这一块是保存最完整的，这些以前都是泡在水里的，现在这下面也是水。所以说这个地下宫殿也可以称之为水下水中宫殿。我们现在是往上走了，一开始是从上面到底部，现在从底部往上走，相当于绕了一圈，我们差不多也快回到入口的位置了。你如果没有修这个栈道的话，基本上是没得走的。到这个洞窟就差不多走完了，入口就在前方那一块。那么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洞窟2种作用，
那其实都有点不成立。有一些人呢就把它搬出来，这很有可能啊是外星人、外星文明来弄的，因为确实啊不好解释。你说是采石场没看到石头，你说是皇帝陵墓不像现实，这一块也没有皇帝陵墓，那最终可能只能用外星人来解释了。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其实就证明这个地方啊确实不知道是干嘛的，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也不知道谁建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只是说通过门外那些陶陶罐罐确认了这里起码可能有1700多年的历史。这里我们就参观完了，现在去其他的石窟看一看。这边的洞窟非常多啊，我们刚刚看的只是最大的一个，前方这里又出现了，这个是不能进去参观的，因为这边整体的话开放的没有几个，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一块是有人工开凿的痕迹，不过经过上千年的历史，这一块应该是被掩埋了。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洞窟啊，里面没有开发之前也是有很多淤泥还有水的，只是说经过开发重新整理好了。你像这样的洞窟经过上千年基本上是水，要不是就是泥土。等一下我们看到还有个洞窟是泡在水里的，包括之前我们看到龙游石窟也是泡在水里的。现在我们去看第二个石窟，里面有很多装饰，就搞了一些灯光表演之类的，叫做幻光石窟。往前走看一看，而这边的光线明显就更好了，因为布置了很多灯光在上面，也是搞得五颜六色。这个石窟相对来说比刚才的小一点，面积大概是4000多平方米。如果单独拎出来，其实也不算小了，只是说有刚才那个对比。灯光这么多，适合打卡拍照。来这个洞窟里面的人呢，也相对来说是多一点。单独的门票是包含这一个石窟的。刚才看的那个最大洞窟是在套票里面，这样加了一些灯光，确实好看一点了。我估计周末这一块人是非常多的，很多小孩比较喜欢这样的地方。这个洞窟呢，我们就快速的走一遍，因为它整体的话跟刚才大的洞窟是一样的。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不太喜欢这样的灯光，我就喜欢单独的那种照明灯光，然后仔细的看一下这个洞窟里面，弄得这样五颜六色，我反而不太喜欢。这是个人的观点了，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观念是有点不一样的。在这一块发现一个特别的，在刚才大的石窟里面没有，就相当于是储存东西的一样。这里呢，现在还放置了一些仿造的那种金银呢，那么可能代表以前这里是储存财物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不过之前我们在逛很多那种山寨都有这样的。现在我们是来到这个洞窟最宽敞的这一块，还弄了一些激光啊，上面也是相当于投影。那么大家来这里一定要注意，相机和手机千万不要对着激光拍摄，要不然就很容易把你的摄像头弄坏了。我现在刚好是站在反方向，这边的柱子同样很大。我发现呢，只要这个洞窟有一块弄得非常宽广，那个柱子呢就一定比较大。这边看完了，现在去看水上石窟了。整体这一块面积非常大呀，基本上是沿着河流绕了一圈建的那种石窟。这些石窟基本上都是在山上面或者半山腰打洞进去的，进深的话有170多米，有140多米的，落差的话都是有好几十米。因为这些洞窟是从上往下挖嘛，一些呢已经挖到河里面去了，比河水还低呢。水上石窟到了，得坐前面的小船过去，大船还不行。就在那个前面是吧？要游多久啊？要去几10分钟啊！你坐前面那一个。有些人坐这样的小船可能会害怕，我倒不会，因为我家里以前也有一艘这样小船，自己呢也会划船出去。洞窟就在前方了，现在看起来没有多大，等一下到了那边才能够感觉是别有洞天呢。刚刚工作人员说了一下，这一块的工程肯定称得上是帝王工程。你像这么多的洞窟，一般人是搞不定的，一定是当时的朝廷或者皇帝下令搞这些，或者是那个时候的诸侯搞这些，因为工程量太大了。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洞窟了，外面这一些啊就是柱子，大家看一看，非常大吧？那这样看起来，整个洞窟一半以上都在水里面，
工作人员说了一下，埋在水中的大概是20来米。来到这边呢，就能够看到，感觉是非常平整啊，跟刚才看到的有点不一样。这里感觉就像是完全的原生态。继续往里面走，这个小船还是走得慢的，它就是在这个洞窟里面转一圈就回来了。你看看这个柱子大不大？刚才我们在其他洞窟站在下面，感觉没有那么明显，那在这个半中间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柱子的大了。基本上这个柱子呢，就把这个洞窟分成一块一块的了。这个顶部非常光滑呀，全是那种条纹痕迹。你想一想，开凿这样的洞窟得花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建造啊？这一块就更低了，要低着头才能过去。因为整个它这个洞窟顶部啊，并不是平面，它是有个坡度的。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它基本上要保持一直这个坡度能够达到5米，那自然有一些地方就高，有一些地方就低，所以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当时的工匠怎么有这样先进的技术？确实是啊，经常有人走过的地方跟这样原生态的还是有区别的。这边明显看得出来，就比较光滑了。1700多年过去了，这些柱子都没什么变化。你像1700多年，经过地壳运动或者说地震，这个石窟仍然保持完好，也能够想象出来，当时工匠充分利用了力学原理，也代表着他们那个时候的技术确实是很先进的，有很多科学在里面，要不然不会保存这么久还完好。在这些石窟当中，一无文字，二无壁画，三无历史传说，包括史书方面也没有找到任何的只言片语。石窟当中的谜团重重啊，至今呢仍然没有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从而说这些石窟留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空间。刚才我们猜测了一下这个洞窟的2种作用，采石和陵墓，但是都有点不现实。那么还有人猜测这个洞窟是屯兵、屯盐、外星人、道家福地等等，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是史前文明、史前人类建造生活的地方。那这些洞窟我们就逛完了，也算是大开眼界，看了一下传说的史前文明或者是外星人建造的东西。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